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我们这些在冷战时期长大的人，还记得当时的美苏核武器竞赛，那是冷战的核心。双方巅峰时期核弹头总数曾超过6万枚。冷战后期，双方开始大量削减核弹头数量，很多影视作品都有惊心动魄的核战争倒计时场面。最近几年，中国开始扩充自己的核武器数量。美军认为中国将在未来几年内把自己的核武器数量翻倍，达到1000枚以上。中国扩充核武器背后是怎样的政治考量？会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吗？美俄之间的削减核武器条约失效究竟是怎么回事？核武器和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请来了这个领域的专家赵通。赵通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政策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的研究重点为战略性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核武器政策、军备控制、防扩散、导弹防御、热点地区核问题以及亚太、台海安全政策等。赵通您好。你好，袁老师。就是我前面也讲到了，就是很多美剧呢都有刻画大国之间一触即发的核战争的这个场景，可能很多没有经历过冷战年代的年轻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对于核战争有那么大的恐惧？你能不能先从历史的角度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冷战期间美苏离核战到底有多远？现在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对于核战争那么痴迷的起源是一个什么原因呢？我觉得可能因为离冷战有些遥远，所以现在大家很难去体味冷战时期的核战争风险有多么的真切。我们以大家最常谈论的古巴导弹危机为例，这里边有这个非常难以避免的情报危机。当时美国甚至都不知道，古巴当时已经有苏联的核武器在岛上。所以如果美国的军事行动稍有不慎，那这些核武器被使用是有切实可能性的。第二就是无法管控的事故，有美国这个 B-2飞机误入苏联的领空，而这完全是由气象等等一些偶然性因素造成的。这些一线发生的行动，最高领导人哪怕他有非常强的意识，希望去完全掌控军事局势，也是做不到的。而最高领导人即使他有非常强的自制能力，他也有可能身边都是一些鹰派的助手，而这就是当年美国总统肯尼迪所面临的这个局面。所以有种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法完全人为掌控的。而这些风险进一步的被加大的原因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现代国家越来越强调这个战争的高节奏化，很多事关生死命运的核武器决策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决定。历史上从冷战到冷战后期发生过一系列的这个战略预警系统发出错误预警的情况，很多也都是纯粹由于幸运和偶然因素没有导致非常严重的核冲突。所以我觉得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对核问题、核战争、核风险痴迷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对它不痴迷，反而是不能理解人类文明进化了这么长时期，终于到了现在的这个成果，我们就要由核武器、核冲突来彻底葬送我们的前途吗？现在其实西方有很多的各种研究所在资助这种能够对人类产生生存性威胁的风险研究，而很奇怪是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兴趣，包括大众关注的兴趣都比较少。我觉得也不能排除可能有历史性的原因，比如说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就一再强调核武器是纸老虎，所以这种宣传叙事让中国人觉得没什么可怕的。然后中国现在也非常关注这个大国竞争，而且背后更多的是这个我好你坏的这种黑白对立的世界观。所以在这种世界观的驱使下，他可能就认为哪怕威胁是非常具体的现实的，那么唯一出路也只有是中国不断壮大自己的核武库，所以也没有更多的这种讨论和反思的空间。另外就是中国民众可能一直就有比较培养出来的要相信政府的这种理念，
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冷战时期的各种核决策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从古至今，从东到西，政府都是不牢靠的。他之所以靠谱，他做决策比较负责任，也都是要靠各种内在外在的监督。所以这些条件在当下的世界，在很多领域，在很多地方都是不存在的。美军评估中国有大概600多枚核弹头，但是呢，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弹头数量都远远超过了中国。美国截止2023年9月的官方数据是3748枚，俄罗斯更是超过5000枚核弹头。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核弹头的这个数量多少意味着什么呢？首先，现在美国大家公开比较认可的数据是有略少于4000枚的可用的核武器。那么按照同样的标准，俄罗斯的核武库大概是4000枚多一些，所以双方基本处于持平的状态。这个核武库规模大有什么具体的军事优势吗？我觉得除非在最极端的情况可能会有那么一些军事优势非常有限。比如说如果两个核大国进入一个这个大红眼了，这个核战争升级到全面互相扔核武器的这个阶段，那这个核武器数量越多，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自己剩余的核武器全部用来打击对方剩余的核武器。如果你有数量优势的话，你可以最大程度的把对方的核武器消灭掉，这样呢可以减少对方能够对自己进行进一步核打击的损伤，所以这个叫限制损伤战略。在这种极端状况下，也许有这么一点优势。如果一个国家在最极端的状况下可以对对手进行比较有效的限制损伤，那么倒推回去的话，这种对这种优势能力的认知，也许也会带来一些威慑对方常规军事挑衅的作用。就他意识到，哪怕是挑起常规战争，也有一定的风险，最终会滑向不可控的核大战。那么在那种最坏的情况下，对方是有一定优势的，所以我还是在常规战争层面就收敛一些，也许会有这方面的一定的好处。另外呢，就是一些国家认为核武库规模大可以提升大国地位。俄罗斯目前在整个的综合国力领域都与美国甚至是其他的实力更低的西方国家无法对比，但是在核武器领域它是唯一的还能与美国持平的一个领域，所以它非常重视维持表面的与美国的核力量的基本平衡。中国可能有类似的考虑，但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大国地位的这种考虑。虽然中国领导人也多次说过没有核武器我们说话就不算数核武器是中国获得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撑等等，但是似乎近些年来中国领导人也更倾向于认为核武器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广泛的国际政治收益如果我们能向对方展示强大的战略威慑力量，这可以对对方造成心理影响，可以让他在一系列问题上所谓的更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些国家追求规模更大核武库的考虑。刚才其实你也说了，就是这个核武器最大的这个作用是威慑，是吧？现实中核大国互相扔核武器的场景发生的可能性毕竟还是挺少的。如果只考虑威慑的话，就多少枚核弹就足够了呢？理论上讲如果只是威慑大规模的核打击，也就是冲突双方都依赖互相确保摧毁这个概念来实现国家安全的话，那么规模非常小的核武器就足够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几十年保持了非常小的核武器规模，一定程度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理念就是基于大规模核报复，就是不管对方对中国使用什么规模的核打击，我都使用全部的核武器对对方本土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以这种方式来彻底打消对方任何对中国进行核威胁的意图。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基于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平衡
它有很多漏洞。一个是它的有效性更多的是针对大规模的核打击当然你美国对中国使用了几百枚上千枚核武器，当然中国可以使用全部的核武器对对方进行反击，但是如果美国只使用一两枚，而且是当量比较小的战术核武器，而且打击目标不是中国的人口中心，而是边缘地区的这个孤立的军事目标，也没有产生什么平民伤亡，那你中国要威胁马上就对美国本土进行大规模核反击也不可信，因为那也是一种自杀性行为，因为中国只要反击了，那美国还有很多的核武器可以再次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额外的反击。所以中国长期以来曾经有学者认为他的一个核理念是不一定要去追求绝对可靠的核打击之后的反击能力，而是利用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我只维护一个比较小的核武库。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逻辑如果钻牛角尖的话，如果不断的去假设最坏场景的话，它也会刺激一个国家去发展很大规模的核武库比如说你可以假设对方的首次打击各种武器全部用上不光是美国的核武器对中国打击，美国还会用它的精确的常规导弹对中国补充打击，美国还会用它的网络能力对中国的核指挥控制系统进行瘫痪美国还会使用这个导弹防御试图拦截任何生存下来的中国核武器。那你如果把所有这些条件都放在最坏情况下去考虑的话，那也许中国还需要发展很多很多的核武器，所以它也是一个没有上限的一种考虑方式。但问题是现在有可能中国就有了这种趋势，就是越来越愿意去考虑最坏场景。还有一种最坏的情况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你的核战略不断的去假设最坏情况，那么就是在最极端双方都打红了眼的情况下一方如果拥有一定的限制损伤能力，那么最终会有相对有限的军事优势。那么限制损伤这个就需要一个国家发展非常大规模的核武库尤其是如果敌对国家也在不断的加强自己核力量化，那么就需要水涨船高的己方的核武库更大规模的去发展来压制对方的核力量，实现限制损伤。所以这个就是目前中美之间有可能出现的一个苗头。另外之所以大国之间越来越重视限制损伤，也跟大国之间长期的甚至是在升级的意识形态对抗越来越这个尖锐的理念对立有关。因为对于美国来说，他之所以认为他要保持有一定的限制损伤能力，是因为他认为美国这样的中国或者是朝鲜、俄罗斯这样的非民主政体，他的国家领导人做决策无法完全用理性标准去衡量。所以当双方的核冲突升级到一定层次之后，也许这个美国就无法再有信心认为对方领导人会做出美国能够理解的那种理性的反应。所以这个时候，那美国针对这种对手，针对这种无法判断对手会如何反应的情况下，美国就需要尽快的去进行限制损伤打击所以这些也刺激了这个国家对这种能力的追求。接下来是付费推广内容，这是一段我的亲身经历。几个月前，我需要采访一位在中国的外科医生，讨论原研药退出医院的影响，但他原本用的一款加密通信软件在手机上突然无法使用了。有朋友推荐了 Mosave， 因为他在注册时不需要提供电话号码。我们很快在 Mosave 上重新取得了联系，顺利完成了那期采访。Mosave MOSAVI 采用端对端加密技术，界面体验对中文用户来说也比较熟悉，注册过程中不需要提供手机号或邮箱。使用前请根据自身需求并结合当地法律法规自行判断。您可以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搜索 Mosave 下载。感谢 Mosave 对本期节目的支持。
美国国防部2025年末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中提到，就是中国现在有600多枚核弹头，是吧？它预计到2030年增长到1000多枚。那我们也很明显看到，就中国在扩充自己的核武器，比如说这个中国在“14-5”计划中提到，要打造高水平战略威慑，一般来说，战略威慑其实应该是指的是核威慑和这个联合作战体系。最近呢，也有多家这个媒体报道，中国的核武器生产设施正在扩张升级。你怎么看？就说你刚才已经谈了一些，就说中国的这个核武器的这种的扩充的这样子的一些决策，就是我们来怎么看？就是说他总是要用这种的最坏的这种可能性去，如果这么想的话，那美国这边会怎么来反应呢？就说美国也需要相应的也要去造更多的核武器吗？还是怎么样呢？就是中国现在的扩充核武器举措似乎是非常全面和系统性的，它不光包括区域性核武器的扩充，也就是射程比较短的能够在区域战争中使用的核武器，这方面其实还可以说是有一定的军事逻辑在后面，就是中国的核武库长期以来比较欠缺能够应对小规模局部核冲突场景的能力。那么它发展一些东风21、东风26这种可以进行有限反击的核武器，可以帮助中国进行这个核升级的管控。但是中国现在的核扩充，它的大头是战略性核武器，尤其是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的数百枚的新的颈击洲际弹道导弹。这个它的主要目标很明显就是美国的本土。那么这种战略核武库的扩张，它背后也许不排除中国希望追求具有更高确定性的2次核反击能力。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动因，就是中国的领导层似乎非常明确的是结构现实主义思维的信奉者尤其是对于2012年上台的现任领导人来说他很早在上台之后就提出中国梦和强军梦。而之所以他那么强调强军梦从他后续的各种讲话等等可以看出，就是在他的逻辑里2012年中国面临着综合国家实力开始明显拉小与美国的差距，就是中美双方的相对实力差距在急剧的缩小。这种情况下，他认为结构现实主义就预言了，那美国一定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战略主导地位、霸主地位来遏制中国的发展，甚至会给中国有意的制造各种矛盾，甚至是有意的挑起军事冲突。那么中国只有通过尽快的改变美国领导人对双方相对实力的认知来实现，就是通过加快发展战略能力，让对方认识到中国的战略实力已经与美国基本持平了所以他要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美国就接受现实吧，你哪怕再讨厌中国的政治体制、行为方式等等，你也不得不接受与中国的和平共处，你也不得不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所以我看到从2012年这个现代领导人这个入职不久，就在跟后来披露出的对2炮这个军方领导的讲话中提到，中国就是要加快发展能让美国害怕的军事力量。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开始，核就被给予了更多的这个政治重要性。那么在15年习近平又把2炮这个提升到火箭军，进一步增强了它的战略地位。16年又在对火箭军将领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加快发展这个战略力量现代化的重要性。18年在进行这个对海军核潜艇的视察过程中，又对海军将领说中国要大规模的发展海基的战略核力量。那么最后的高潮我觉得就是出现在2020、2021年期间，那个时候由于疫情包括当时特朗普政府一些官员更多的把斗争苗头针对中国的政治体制
等等，让中国这个感觉到它的政权威胁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挑战。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你看当时的十四五规划，从它起草过程中到最后公布，它使用的词都是这个要打造高水平的战略威慑体系。但是到2021年的两会3月份，在习近平这个接见军方代表的时候，他进一步的加码，他进一步的提出要加快打造高水平战略威慑力量。所以很短的几个月时间，他就这个在这个官方用词上给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我觉得非常直接的反映了领导人这种战略层面的焦虑感。就是我想接着回答您提到的这个美国是不是要回应中国的这种核扩张，是不是需要增加自己的核武库？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非常简单的答案。我个人认为，就中国的扩核其实是一种战略失焦的反应就是它客观上讲甚至有可能是对中国的利益产生负面影响的因为它更多的是反映的是政治领导人的一种理念认为由于这个大国关系的变化，由于国际环境的恶化中国需要加快发展战略力量，需要尽快展示战略力量，所以它是一种有点政治挂帅的味道。虽然美国循序渐进发展的一些导弹防御技术常规导弹技术有可能对中国的核反击能力构成一些挑战，但是这些挑战通过中国循序渐进的慢节奏的这个核现代化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应对所以这种扩核甚至有可能带来这个美国的进一步的反应，也有可能带来国际舆论对中国的一些不利的反应，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对中国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而且美国目前的不管是战略军事力量还是战术核力量，它依然拥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中国的这个战略分析者也完全认识到美国在战略和战术核层面的这种既有的优势，所以中国首先使用核武器，对自己是军事上被动的所以从理论上讲，美国不需要过度反应，但是事实上军事层面的竞赛依然有可能发生，因为美国它也是料敌从宽，它在不明白中国扩核上限的情况下，他不明白中国为什么看起来在发展一些标新立异的核能力，比如说部分轨道轰炸机他是不是要对美国发展斩首领导人的能力所以这些担忧在推动美国内部更多的去填补他所认为的核威慑能力的缺口，包括战术层面，美国要进一步的强化战术核力量，要把它前沿部署到亚太地区，甚至美国有更大的动力去推动导弹防御的发展，金拱门计划而且对中国放弃部署时间使用政策的担心，也在强化美国追求限制损伤能力的发展。而美国的这一系列发展目前看是很有可能实现的。美国国内的基本共识就是美国需要对中国的扩核进行有力的反制，那么这些反制措施很有可能又进一步的诱发中国的最坏假设，而诱发中国的进一步反应。所以对于美国来说，俄罗斯现在并没有扩核的实力，主要就是中国这也是我觉得美国为什么退出最近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简单的总结回答就是，理论上我觉得美国不必要对中国过度反应因为我认为中国事实上在犯一个对自己不利的错误，但是呢现实结果很有可能是美国会反应，而导致双方进一步的军备竞赛。如果真的有核战争的话，先想一想都可怕，这是把每个人的生命都放在了就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都有可能就完蛋了，这个地球都完蛋了。为什么就说在中国的这个舆论场上，或者是中国的互联网上，甚至是这种的政策的讨论的层面，为什么对于核打击的这样子的一个后果
好像不是那么看重，不会从自身的利益来考虑。就我觉得这个好像和美国这边的讨论的方式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是吗？可以这么说吗？我觉得就是国内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世界动荡的根源在于追求霸权主义的美西方，所以他们承认军事竞争升级带来的国际冲突的风险，但是他们也同时坚定认为唯一缓解这种风险的出路呢，是像中国这样的爱好和平的国家、负责任的国家去发展主导性的军事优势。其次呢，就是对于具体的核战争风险的认知非常的肤浅。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国内民众包括很多政策精英对于冷战期间发生的这些核危机，它过程里边的种种不可控的意外因素完全没有认知，总认为最高领导人，尤其是英明的领导人，有效的强力政府，它是可以有效管控任何军事冲突的局势的，所以他们本身并不担心意外的发生。而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像古巴导弹危机这样非常具有风险性的意外和对立的发生，使得当时的美国和苏联领导人切身的感受到了这种深入骨髓的害怕，所以才导致他们很快的去签署双方降低核风险的这种协议，也直接推动了美苏进行双边的核军控谈判。而中国的领导人在冷战期间其实并没有一手的这种非常具有风险性的核危机的体验，而中国的民众中国的社会政策精英在这个方面的认知也比较的肤浅。曾经有国外的学者其实做过非常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他们对中美之间进行核交战进行了电脑模拟，就是如果中国现在在西北部地区发展的3个大型的紧急弹道导弹发射场被美国的核武器打击的话，这个光是这个核打击产生的间接核放射性尘埃，随着这个空气的飘散，是在很多气象条件下会很有可能飘到中国东部人口稠密的区，包括北京、上海，在这个最不坏的情况下，也能造成几百万平民的死亡，在最坏情况下可以造成数千万平民的死亡。但是可能中国民众依然认为这都是这个理论上的情形，战争呢是现实中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中国政府领导人可以有效的管控。在最后，他们认为中国是站在真理的一边，所以即使承认这种威胁，那么也只有靠中国大力发展核力量和其他战略力量来减少威胁。那我们应该怎么来思考，就是更现实一点，就是说比如说中国核武器的数量和中国是否武力攻打台湾，是否可能会导致中国与美国发生这个军事冲突，这之间的关系呢？我觉得中国扩大核武库在台湾问题上的考虑呢，一个是他认为在心理层面可以威慑美国的各种介入行为因为他认为美国非常看重核武器力量，当一个国家在核武器等方面展示出战略实力的话，美国领导人就会下意识的在对华问题上收敛，下意识的减少对台湾的各种支持。那么在遇到切实的台湾军事冲突的场景下，就更不可能对台湾进行军事介入。第二个就是在具体的军事层面，中国现在对自己的常规制胜的力量非常有信心，所以它的核武器扩张更多的是确保美国无法在面临常规失败的情况下动用核武器进行升级战争的威胁。也就是说，中国靠自己的核武器来抵消掉美国的
核武器，这样呢，中国就有更大的自由度进行常规军力的使用和调动，实现自己的军事目标。而这正是美国所担心的，美国担心在这种核阴影的保护下，中国可以发挥它常规军事的优势，而中国在核力量方面投入也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中国领导人可能确实在解决台湾问题方面有史无前例的雄心。当然，最坏的一种军事场景就是对于中国来说，最坏的军事场景就是虽然它有很强的常规优势的信心，但是万一常规战争出现失误，中国面临常规战争的失败，中国是否会在这种极端情况下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当然客观上很难进行学术方面的判断，但如果我们以既有的例子为参考的话，我们知道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过程中尤其是在2022年秋季，当他面临常规战场可能溃败的情况风险的情况下，他曾一度做出过一系列的间接的使用核武器的威胁。那么当然俄罗斯的意图呢是非常明显，他可能并不真的是要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他需要做出一种真的在考虑使用核武器的这种态度，来使西方国家担心战争的进一步升级，从而降低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甚至降低对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制裁等等，避免把俄罗斯逼入墙角。所以它是一种利用核威胁来实现核胁迫。对于中国来说，其实它的不首先使用政策其实是对这种核武器的使用方式留有空间的。就是中国二炮的一些权威的文献里边明确的写到在中国的一些战略性目标受到对方常规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来展示它使用核武器的这个决心包括这个在央视等等播放中国进行核演习的录像领导人讲话提及中国的核能力甚至是搞一些军事演习等等所以不排除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中国也可能使用这种有益的核信号的释放，来试图创造一种核武器有可能被首先使用的风险，从而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常规军事乃至地缘政治方面的好处那么最终这个中国最终是否真的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我想这很难去做定性的结论，因为它取决于一个人的想法对，是当时当刻的，是吧？对，而且之所以这个外国对中国不首先使用可信度有质疑而且因此要对中国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情形进行充分的防备，就是因为他认识到中国的决策体制其实是没有内在保障的，就他宣示的不首先使用政策没有机制性的保障，而完全取决于最后一个人的念想所以这也是双方产生矛盾的一个根源。如果中国的核武库持续扩张会出现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吗？还有就是说前面我们也说了，就2026年2月5日，就这个月早一点，就美俄之间的这个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个到期，现在就是这两国之间没有任何的关于核武器的军控条约，就是没有了这个条约以后是就意味着美国还可以继续发展核武器呢？还是说这个里面就是这个 dynamics 这个中间的美俄中这之间的这三个国家之间的这个核竞赛现在你觉得应该怎么来看呢？就是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发展的方向呢？首先就是如果中国和美国要去严肃的探讨和军备控制的问题一个潜在的推动力是双方都发现己方无法在核军备竞赛中取得成功它毕竟花费巨大，而且双方彼此发展的核能力相互抵消最后都没有给自己带来
额外的军事收益。另外呢，也许有国内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目前来看，中美似乎都不认为自己到了这个阶段。美国毕竟有它这个历史上非常具有优势的传统核能力。美国一些战略家认为美国是可以赢得与中国的战略军备竞赛的。当然它不一定代表着华盛顿的主流观点，但是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想法。那中国呢似乎更有信心。中国觉得自己几十年来埋头发展国防工业体系简直是无比明智之举。他现在特别有信心自己可以以非常便宜的价格非常快的速度大规模的生产各种战略战术武器。而中国尤其是看到美国政府在现在的情况下出现的种种战略决策失调这个战略思维混乱的局面，也对美国是否能够重认它的国防工业有很大的这个质疑。所以中国似乎没有真的担心与美国陷入一场花费巨大的军备竞赛，反而觉得自己有可能具有一些优势。那么第二个有可能推动双方认真考虑军备竞赛的动因呢，就是他们是否真的担心爆发核冲突。随着双方核实力的增长，有可能因为台湾问题等等导致常规冲突，从而升级到核对立。然后在历史上看，这个美苏之间是因为经历过这些危机，所以他们建立了一系列的热线措施，双方也比较严肃地探讨了各种降低风险措施，也开启了几个世纪的这个约束核力量发展的进程。但是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缺少一手经验的所以几年前开会的时候，有国内学者就指出也许中美之间需要一次类似古巴危机古巴导弹危机那样的非常严肃的安全危机，才能使中国产生对核军备控制进行谈判的政治意愿。所以目前来看，这个核军备谈判能否成功不单需要政治领导人有意愿，也需要中国专家层面政策精英的对这个问题的积极共识。但这方面目前也没有基础，所以我还真的非常担心双方核军备竞赛发展的趋势。目前看双方没有建立一些基本的透明度降低风险措施的这个意愿甚至是连双方之间的热线的使用都不非常机制化。所以如果来一个可能类似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危机，我们也并没有把握，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可以避免危机变成一个灾难。我觉得按照中美现在的双方的交流渠道的现状来看，双方体制内的这些弊端来看，确实难以保障有效的危机状态下的交流。而且中国现在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也非常微妙。在危机的过程中，这是否会影响中国政治领导人做出一些某种倾向性的决策，从而影响危机升级的过程，也是不太好判断。对，那我们就正好就说到了这个军事领导人，就前段时间这个中国最高的就是这个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落马。解放军报说他是因为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我们对张又侠落马的具体原因当然还是不清楚，是吧？那后来呢，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就说官方内部通报张又侠落马的原因之一是向美国泄露了中国的核机密。我们现在不就这一报道的真实性进行讨论，我们假设张又侠
确实曾经向美国泄露核机密，你认为它可能是哪一类的信息呢？就是什么样子的核信息会值得军委副主席向美军透露？然后呢，中美双方会就自己的核战略进行信息交换吗？对于这种传闻，我个人是有不少疑问的。首先，这不是第一次落马的军方官员被疯传泄露核机密。这种指控对个人的声誉打击是很大的，就是很容易的一个标签就贴上去，是吗？确实，这个能够有效的打击个人声誉。其次就是确实有传言中国的在扩核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工程质量问题包括西方媒体报道的这个导弹发射井的井盖无法打开，甚至有些导弹弹体内被注水对于后面这个我个人有些技术方面的质疑，但不管怎么样吧，如果这些有关质量问题的情况确实是泄露给国外的话，有可能会帮助外军更准确地评估解放军的作战实力，是会可能带来一些影响。但是核武器的核心技术机密其实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有明确的军事用途，因为毕竟核武器主要是威慑，不是用来实战使用的，也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实际使用。战争和作战力量更多还是依靠常规武器。所以哪怕中方自己公开一些关于核武器的技术操作层面的最高机密细节，都不见得会在最常见的常规军事对抗场景中给外国带来多大直接的军事收益。而事实上美国也更关心的是关于中国宏观核武器核力量发展意图方面的透明度，就是中国大概要发展到什么规模的核武库。对，你要的上限有没有？是不是大概是想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军事目的？所以这方面这些宏观层面信息的极端缺乏呢，那就导致了美国的最坏情况猜测也进一步的会影响中国的安全利益。其实说到底，如果中国主动的做一些透明，其实是更有利于自己的国家安全。就是上个月美国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托马斯·迪纳诺，他指控中国在2020年进行了秘密核试验。你怎么看他的这个指控？现在除了朝鲜就是近些年进行过核试验，我们好像已经很难在新闻里听到哪个国家进行核试验了，为什么呢？首先关于美国副国务卿这个指控就是独立专家能做的就是看是否能够利用开源的信息，包括商业卫星图片对美国官方的这个指控进行印证。那么根据国外学者的开源研究中国的核试验场，就是罗布泊的那个核试验场，在过去很多年来确实一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维护和运转在核试验场的东部和其他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明显的扩建行为。东部在这个山体里边似乎挖掘了新的坑道，那么理论上有可能可以用来进行核试验，甚至是核爆炸实验。至于中国有没有内在的需求来进行这种违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核爆炸试验呢？就是国外的分析一般是认为，首先中国历史上进行核试验的这个次数非常少，45次，与美国上千次相比，它积累的实际数据很少。这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先天缺陷，因为未来的国际趋势是大家不通过核试验，而通过计算机模拟来确保这个核武库的安全性、有效性、可靠性。但是如果你的初始实验数据非常少，那么它就会极大的限制中国去利用计算机模拟来实现核武库维护的长期目标。所以也许中国有动力来填补这种实际数据的缺少。那么第二个就是中国现在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在发展更多样化的区域性的核力量。那么尤其是出于
管控核武器冲突升级的目标，它也许需要发展更小型化的核弹头甚至是这个当量非常低的。美国官方现在认为中国在发展这个1万吨当量以下的非常小型的战术核弹头。那么核弹头的小型化也有可以帮助中国在大型的战略导弹上去部署多个弹头，增加中国的战略打击能力。那第三个呢，就是中国被报道是在进行一些新的运载工具的研发包括中国已经生产出来的部署和已经部署的高超音速导弹，包括助推滑翔导弹这种新的运载工具如果用来装载核弹头的话，未来是否需要对既有的核弹头进行一些重新的设计，这个不是特别确定。另外，如果将来中国进一步的扩核，它也许会发展更新的核武器运载工具，比如说巡航导弹。那么这些是否对于新设计核弹头带来更多的技术要求也不是非常清楚。所以但是总的来看从理论上分析，中国也许确实有一定的需求来进行一些核试验，但是是否一定是那种产生实际核爆炸当量的违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规定的那种核试验，就这方面的这种技术需求就不是特别清楚。我觉得美国副国务卿的指控呢，一定程度上是值得严肃对待的，因为它毕竟是由非常具体的业务官员出来发表这个声明的。而这种声明呢，一般都是经过美国内部跨部门的审议相信他也非常仔细的纳入了美国情报部门的分析和判断对于这种新闻量巨大的这种指控，如果他判断失误的话，对美国自己的信誉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其实很难完全靠开源信息，靠学者的独立研究去证实。那么如果中国确实没有做美国所指控的这种违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爆炸性核试验的话，那也是中国单方面展示透明度通过拿出具体的证据，包括相关的数据来打脸美国的好机会我觉得从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之后，国际社会这么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规范，就是大家不进行有核当量的核试验，也只有朝鲜这种无视国际规范的加速政权进行过6次核试验。而中国自己呢，近年来也一直多次的确认他完全没有违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所以如果他违反，那国际影响会是非常大的，也会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其他核战略和政策可信度的质疑，包括不首先使用政策的质疑，也会带来对中国整个的所谓和平崛起安全政策的质疑但是如果中国的这种否认只是停留在口头方面，而不提供一些更具体的透明度包括数据方面的确凿证据的话，恐怕也比较难以打消国际社会的这种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好像是说了他想要进行核试验，你觉得美国进行核试验的这个可能有多大呢？美国总统他的表态是美国会按照其他国家的方式同等的进行核试验美国目前认为俄罗斯和中国进行了小当量的超临界核试验但是似乎美国并不认为俄罗斯和中国进行了全当量的大规模的核爆炸试验。那么按照美国总统自己的说法，那就意味着美国有可能也进行一些小当量的超临界核试验这个是对不进行核试验国际规范的进一步的破坏，但是它与这个完全恢复冷战时期，包括96年之前核大国之间频繁进行的这种当量非常大的核试验，它的性质还是不是一个量级。
就像我们前面就是刚开始说的，就是在冷战时期，很多美国人甚至在自己家里面都要建地堡，还有这种的在沙漠上建一些这种的末日的这样子的一些房子，是吧？而且对核战有非常多的讨论和恐惧。但是呢，我们前面也说过，就是在今天好像中国人就会觉得，哎呀，核战好像离我们都挺远的，没有多少人会觉得它会发生。你认为我们今天需要担心核战吗？我觉得如果从人类社会演进的角度来看，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人类社会总体它承受痛苦的阈值是在降低的。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像冷战时期那样，去通过威胁大规模的核战争来遏制大国冲突。人类社会的演变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对核威慑的依赖的。所以从绝对核战争风险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目前核战争风险不一定超过了冷战的巅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舒口气，因为事实是冷战时期我们疯的是太厉害了，这个太无法想象了，那个风险确实是太令人震惊了。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冷战结束之后一直到今天，我们似乎也还没有吸取足够的教训，乃至我们没有认识到这种风险度非常高的核威慑，它只是维护国际安全的一个临时性的举措。它的目的其实是通过创造一个临时性的和平，避免大国之间的战争，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从而给国际社会带来一个时间窗口，让大国之间不断的去解决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弥合他们之间的矛盾。但问题是，冷战结束以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国之间的矛盾不减反增，而且由于各种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之间、不同国家之间更分裂了，认知上也更分裂，对基本事实的认知差距是在扩大的，尤其是很多国家还在进行单方面的信息管控，它更是直接的造成了不同社会之间这种基本事实认知的差异，对历史、对现实等等，尤其是加大了所谓东西方阵营之间的这种认知差异。因为这是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就是由于认知差异的巨大，双方现在都开始认为没有办法通过说理来解决矛盾，所以只能靠实力，靠军备竞赛。所以我觉得造成的后果就是核武器使用的相对风险是在上升的。那么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是承担这一系列大国地缘政治变化和军备竞赛成本的个体。当整个国际社会开始越来越被卷入大国竞争，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去更重视国防的提升，去考虑发展核武器，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族群也就越来越难以去实现我们本身可以实现的价值。而同时呢，其他国际社会非核武器国家全球南方国家，他们也并不关心大国军备竞赛他们甚至认为中美之间大国竞争的恶化也许给予他们在大国之间进行游刃有余外交斡旋的机会他们可以借机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甚至是间接的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没有看到国际南方国家真的站出来去毫无保留的谴责俄罗斯，去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它的结果是，当像美国这些西方国家，当他看到国际社会这种表现，当他看到俄罗斯和其他这些集权国家的表现，他也越来越对这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信心不足了。那么特朗普我觉得他的政策就体现了这种趋势。所以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真的是无法确定。现在我又面临着
超级人工智能，还有很多人开始讨论，万一未来的超级人工智能和核武器结合，又会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什么样的挑战。所以恰恰人类是在最需要共识、最需要一套基本行为规则的时候，我们面临着这个对于基于规则秩序共识的这个破裂。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个人的启示，也许是每个人都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些问题，然后在自己的生活和职业发展中都尽量的从一些世界公民的角度去有一些更宏大的关注，而且去切身的抵制那些宣传，那些刻意制造隔阂、刻意制造认知分裂的行为，然后去推动一些负责任的研究，推动一些负责任的公共叙事。我觉得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也许就能更好的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把握我们的命运吧。好，那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3部书或者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我觉得跟尤其是中国和相关的，我还挺欣赏一部自传体小说，它是作者叫魏世杰，他是当年从60年代初期就加入中国的核武器项目，作为一名这个技术研究人员，经历的长期的中国核武器工程发展的很多具体历史进程，所以书的名字叫什么？叫做《禁地青春》。然后这部书后来也被拍成电视剧，但是那个电视剧非常不推荐。但是这部传体小说，我觉得确实能够给细心的读者带来一些反思，从一些非主流叙事的角度去看待中国对核武器的投入和这期间的中国核武器工作人员、科技人员所经历的种种。关于人类历史上我觉得非常需要关注的核危机事件，古巴导弹危机，拍了一部比较好的电影叫《惊爆13天》13 Days， 大概是2000年左右拍的。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到，就是领导人他在这种国际冲突当中，这种不断升级的局势当中，他由于各种主观客观层面的局限，其实它有很多无法掌控之处，而决定人类命运的很多事情，其实最终都是由偶然性因素所影响的。还有一部电影是叫《共同警备区》，我觉得之所以这是一部就是尤其是中国观众可以去看一下的电影的原因呢，是因为未来如果中美之间发生比较严重的冲突，甚至是核冲突的话，很有可能就是由台湾问题引起的。那么所以中国追求台湾统一，其实也是中国在大规模扩核的一个间接的动因。所以如果在这个台湾问题上大家不能有更成熟的认知的话，是无法从根本上削减核军备竞赛的一些刺激因素的。那么共同警备区它描述的就是南北朝鲜之间的士兵在共同警备区进行巡逻执勤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故事。我觉得它让人理解到，其实对于老百姓而言，更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的这种亲情的纽带，就是人与人在自然的相处过程中就会有非常值得真实的亲情和友情产生。而那些更宏大的主流叙事很多情况下反而是扭曲了人性，让我们无法理解亲情的重要。而讨论到民族统一，我觉得更加重视亲情，更加重视人与人之间这种自然的关怀，才是我们思考如何实现统一的更建设性的方式。我觉得这是我推荐这个共同警备区的主要原因。好，谢谢赵通，也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